比预计的时间多了36分钟。你现在身体状况如何？痛感严重吗？那我们继续吧。在你面前是一个走廊，路面应该相对比较平整。顺着楼梯左边，你试试看，能不能打开第3个房间，里面应该有个柜子。某位小姐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没关系，每本册子应该都有数字标记。我们先从重点开始。那张桌子是不是略带弧形？墙上基本是点状和块状结构。没想到还留下了这样的东西。今天的收获已完全超出想象了，辛苦了，准备回城吧。想出来散散步，不过走得远了。一个人有些怕，再等一个人结伴会更踏实些。能等到你，我很开心。确实过分，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向他多要些报酬。我想他应该很愿意做这种事。我们的0625号实验准备开始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昨天的辐射潮汐让 X 区域内的辐射又加重了，这几个区域内的人员近期都需要搬离。是有这个趋势，但世界的变化总会超出我们的想象。X 区内还有很多只被轻度污染的区域，先不必太过悲观。不过时间确实有些紧了。我对这栋建筑内书和资料的研究还没有结束，设备和样本也都在这里。走吧，我们去城里看看。
你今天怎么样？别担心，那是药物的正常作用。明天你会更舒服一些的。还是之前告诉你的时间，每天1次。它的名字叫辐射，是能量以波或是次原子粒子移动的形态，从辐射源往外向所有方向直线放射。依其能量高度与电离物质的能力，我们一般会分为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。你可以先暂时想象成有无数个你看不清大小的子弹打向你，它们打碎了你身体里的所有东西，让你的血液无法再生，心脏也没办法继续跳动。这是好奇，它与辐射无关，是只属于你的走向世界以及你自己的第一步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们还有机会，你也一定会有很多可能性。活着才能通向未来，你的生命还很重要。我看看。剂量还是不对吗？
你是在感到哀伤吗？你觉得死亡算是终结吗？别担心，这副身体已经被确认过，能够在这种环境下持续一些时间。我对疼痛不是很敏感，所以它不会成为影响我判断的因素。我不知道，但实验必然伴随着失败与偶发性，所以我无法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。但我相信会有结果。为此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我们失败了，这个世界不会好起来了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听从你心里的声音，告诉我你的答案。你还好吗？我观察到你的衣服波动很明显，可能最近的辐射潮汐对你也产生了一些影响。
某位小姐的判断过于果断，让我有些担心自己是不是其实被你讨厌了。穿过这道门，你就可以跑出去了。记得从森林的小路里走，不会有什么能伤到你。你还有3分钟的时间来思考，是要被他们再次抓到，还是相信我？当然，你也可以相信你的直觉。
如果有一天你想要认识你自己的时候，可以来找我。我会让你找到我的，记得学会保护好自己。不躲了吗？因为担心他们会破坏我的实验体。改变世界？为什么要改变世界？我觉得这个世界不错。我想要寻找的是进化。辐射也好，灾难也罢，这些都不过是客观存在设下的难题，而我们是解题者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有资格踏上新的台阶。你想吗？
我可以拆分你的四肢，这部分对我来说暂时没什么意义。我能完整取出你的大脑，让它在单位时间内保留一定的活性。说不定在某种生物学的判定里，你还算活着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你的心脏，以及你的 EVO 核心。我已经好奇很久了，它究竟是如何运作的，让你能够抵御任何重度辐射的威胁，活到了现在。说不定当我切开之后，这一切都会有答案。你说呢？是吗？但我好像随时都有机会把你重新关起来。我有很多办法让你去不了任何地方，甚至失去选择死亡的权利。你知道吗？10年前，你的数值跳动得很剧烈，他们以为那是你不稳定的状态，但我当年就猜测，是因为恐惧。人类会因为极大的恐惧，感受到生命的存在，会本能地想要保护自己，而那份动力会产生巨大的能量。当年我的知识和技术还远远不够，还不足以挖掘出你的全部，所以我判定我们都需要一些时间。但后来我后悔了，其实我当时不该放你走的。很多时间被浪费了，所以等你出现在我面前时，我很开心，而你也慢慢开始信任我，这很好。不，我是要你永远记住你刚刚的感觉。你应该一直在思考，在努力想要活下去，看到了很多画面吧。记住你是如何使用这份力量的，然后驯服它。
那样的你才算完整。而且我从未在你面前伪装什么，没看到不代表不存在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想拿我自己作为改变的踏板也不错。毕竟解决问题才是一切的关键，而我不太想让你太痛。我也是自己的研究品，事实证明，我成功了。我之前就说过，你的身体仿佛自带了某个核心或是场，辐射的能量会被你的核心所影响，会附着，也会反噬，因此你不会受到影响。而我用你刚刚爆发出的力量复制出了一个相似的场。如果我的推论正确，不出多日，我便可以让自己形成一个运作模式近乎相似的核心。重度污染区的资料或许很快我就可以自己去研究了，包括那里的机器。我之前问过你，死亡是否就是终结？还记得你的答案吗？我不觉得死亡就是终结。这里没有人在意死亡，因为它太稀松平常，也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死亡的价值。并不完全是，我只是接受了他们。之前也有人在这里做实验，他留下了很多东西和数据。总有钱人在做相似的事，就像你带回来的那些资料一样。我只是找到了他们，研究并修正了其中的结论，得出我的答案。总会有人好奇，怀疑当下的所有定义与猜想，想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是如何运转。总有一些事物比疾病与死亡蔓延得更广更久，让世界以各种方式留下它的痕迹。除此之外，
这些尸体也是很有营养的。尸体通过细菌发酵，可以产生沼气，这是一种巨大的化学能源。而且如果不好好处理它们，也会产生瘟疫，那会带来更多的死亡。我不否认，活下来的人越多，越说明我的路是正确的。面对那些死亡的个体，我很遗憾，我只会利用他们的死亡走得更远。没关系的，相信我。让我带你看看这个世界可以拥有的模样。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既然找到了它，说明有人在这样的世界里将它发明了出来。这对生存没什么意义，但它依然出现了。如果这个世界只剩下生存的意义，那该多无趣。你知道吗？从你出现在我面前的瞬间，我才发现，这个世界原来是彩色的。所以，我也很想让你看看，我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。这些都是我做的，不过是些亮起的灯。
未来等待所有人的，绝不会是和平。死亡与斗争，必然贯穿人类历史的始终。但若在经历苦痛与挣扎过后，能拥有直面真相的勇气，一定会带着人类抵达更远的未来。比如，你能够像这样普普通通地站在所有人面前，没有限制，自由的模样。我想，这个未来正在起步。如果是呢？我附在你身上的隔离膜只有15分钟的时间，死亡小姐马上又要降临了。我不用，死亡是我最好的养料之一。我很愿意为你解答。那某位学生在实验之余，可能还需要更努力一些了。无比有趣。大概会有相似的人发现这代表的意义，会有人靠近，也会有人质疑，但或许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区域如这般亮起来。从你带回来的资料中记载了一个很特别的信息。听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能够改变一切的人，记载者将它称为 Queen。 那我会见证你的加冕。欢迎来到新世界。